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我们来宾到场，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要来关心到中东的情势，尤其现在战事绝对是一触即发的。中国大陆这一回有祭出了他的红旗，在伊朗会现身吗？另外，美国的 B-52则是路被封死了，再加上美国他要出动他的航母前往中东地区，中东战火现在在看谁会开启第一枪。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送进伊朗的除了有红旗，来自于大陆的红旗飞弹之外，还有米格29。那么以色列的战机的部分也是随时做待命了，可能随时都会开火。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接近中午，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北韩的放话，如果伊朗遭到袭击，将会派兵参战。那纳坦雅胡耶反呛伊朗说，如果你敢错的话，我不排除针对平壤进行攻击。这一套我们今天会来关注的是来自于中伊朝的防空空战加援兵组合，真的能够挡住以色列吗？接下来关心到的是另外2个国家。包括了中国大陆跟印尼，现在挡住了在南海跟马六甲这边的军事航线，是告诉美国说，你的 B-2 轰炸机如果敢来打伊朗，我就让你不好过吗？第3点，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的航母，刚刚说了往伊朗的方向前进，还有它的其他武器也都准备到位了，打击清单都列好了，川普什么时候可能进行攻击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讨论。好，先来关心到的是最新消息，现在尤其在空中很紧张，以色列的战机在北部的空域被发现到密集的升空做巡航，进入随时都会可能开火的一个实战了。伊朗方面刚刚说的，出动了米格29战机，双方现在呢在空中对峙，火药味非常的浓厚。而此刻大陆则是派了运输机前往伊朗，疑似好像是里面放的是红旗系列的导弹，这个战力到底对于以色列来说会有多大的威胁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中国跟印尼现在也联手封住了这边的地区，行经马六甲、南海前往中东的路线，试图封锁美军的 B-52轰炸机经过这个地方。印尼现在最新规划还会再采购40架的巴基斯坦制的这个是雷电的一个战斗机，加强它在空中领域的一个防空系统。那么伊朗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紧张，最新消息它已经暂时关闭所有的领空了，大量的民航机也因此被迫改道，而过去统计只有少数，也就是2班的航班仍然获准经过在伊朗的上空。伊朗也最新授权了他们的部门说，如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看到没有识别的飞机，一律会视为敌机，是可以立刻对这一些飞机开火的。刚刚提到了北韩也最新消息传出来，是 X 博主说的。金正恩已经警告美国了，停止打击伊朗。如果说我发现伊朗遭到袭击的话，我们北韩会派朝鲜人民军来参战。纳坦雅胡当然很火大了，他也直接怒呛金正恩：如果你真的北韩敢派兵，以色列也会派我们的空军部队针对平壤进行报复性的攻击。而最新消息包括了中国大陆的外长跟伊朗的外长已经见面，并且已经通话了。那么伊朗的外长是说呢，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做帮忙。王毅则是态度比较平稳，他只说希望各方能够保持克制哦。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刚刚讲的伊朗的，不管是他收到的红旗或者是米格29，真能挡住美国跟以色列的军队吗？中国现在到底态度是什么？红旗飞弹都已经进入到伊朗了，这个态度上还是这么的平稳，只是劝和而已吗？还是在跟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摊牌了？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中国大陆跟印尼的角色，挡住了 B-52去中东的去路，是在跟美国做警告吗？厉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先从国际关系来看的话，你知道伊朗是中国原油最大的输出国，所以中国绝对不会坐视它的原油路线的生命线受到影响、受到干扰。你说其他以前中美之间，如果说是因为贸易战彼此之间在黄豆或者方面，或许中国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说动到原油来讲的话，中国甚至于天然气，我觉得中国绝对不会这个坐视不管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中国也有这个实力
所以看到这个伊朗的外长已经跟这个王毅已经通了电话，等于说王毅也出口。他虽然讲这些话，但是也是力挺伊朗的意思，态度摆得很明显，甚至于放话出来，如果说你美军想要用 B-5色轰炸机飞越过马六甲海峡，那我在这边也可以跟印尼来讲做一个联合的阻击。那如果这局没有控制好的话，如果万一失控，就会变成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即将爆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那川普只是凭他一时之间一个脑门的一个热，作战绝对不是作战没错，政治是指导军事，可是你政治也必须要军事的支持才能够获取战场的胜利。如果说军事的力量没有办法支持你政治上的决定，你这场仗只是乱讲而已，川普只是乱讲。那现在军事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你作战之前有没有做好作战准备哈？任何一场战争，这个你要发动战争之前，都是要用狮子搏兔的力量来完成所有作战准备。我们看到美国对委内瑞拉那时候动用了这个一艘福特级的航空母舰、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还有当天发动攻击的时候有。动用了数百架的战机，包括到B-2轰炸机，包括到这个 F-22、F-35，还有很多的直升机甚至于上万名的陆战队的士兵都在待命。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捕捉一个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那其实，在之前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波湾战争。那次的战争，美国从战备集运开始，总共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在做战备集运。当部队运到齐以后，发动战争到结束战争，总共100个小时就结束战争。所以战前的准备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再看这个俄乌战争里面，俄罗斯刚开始，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大概也是从头到尾开始有这个讯息到真的发动攻势，可能中间也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做所有作战准备。那这是我们看到美国对于要发动伊朗的攻势完全没有任何的战争准备，甚至于到现在林肯号还远在这个南海地区还没有过去，甚至于说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过去。所以我认为美国并没有真的要做好作战准备。或许川普有这种念头跟想法，可是军事上面没办法支持他发动这场攻势。第二个，我们讲说北韩这个，我觉得金正恩纯粹就是在蹭热度而已，真的这场在蹭热度。第一个就是说。伊朗缺的不是陆军部队，北韩强的是陆军，他可以去支援这个俄罗斯打库斯克尔战役，因为他要的是陆军嘛。那其实伊朗来讲，自己本身不缺陆军那你北韩你强的就是陆军，那伊朗缺的是空军制空的能力，那你北韩并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金正恩这是纯粹就是在蹭热度而已，他不需要你的陆军来支援来帮忙，他们自己本身的革命卫队其实战力已经够强了，那美军来讲也不太可能投入地面部队。那第二个，我觉得纳坦雅胡也是在打高空这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以色列空军是很强没错，那你空军再怎么飞，你要有基地你才能够飞进北韩去轰炸。如果你没有基地，你怎么进北韩？试想一下，如果说以色列的空军真的借到日本的空军基地愿意借给他，然后这个先不讲国际的这种博弈的关系如果说真的停在日本机场来讲的话，那你想想看，北韩会不会对日本动手？北韩那个导弹，他导弹打不到你美国，打不到你以色列，但是他打日本是绰绰有余。如果说你真的日本敢提供基地或甚至于南韩敢提供基地给以色列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北韩一定会动手嘛。所以我觉得纳坦雅胡讲这种话，说要派飞机去轰炸平壤，我觉得只是一个这种空话而已啦，这个根本不切实际。所以这2个人这个不管纳坦雅胡或觉得金正恩都是金正恩是完全是在蹭热度而已，蹭这一波的热度，表示他在国际之间博取一个话语权而已。那纳坦雅胡讲的只是空话，我不认为这些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倒是后续来讲，我觉得这个目前伊朗来讲它暴动的局势好像渐渐已经压下去了。那现在来讲，它领空也逐渐开放，可见呢在中东这边局势慢慢已经开始缓和了。好，那如果我们就军事面单讲武器的话，也特别请教张将军，有关于空中，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是说红旗要送进去嘛，那伊朗还会再派米格29，能够挡住美以的军队吗？我认为要把这个红旗9B把它送到伊朗去我认为还有2个挑战，第一个训练够不够？不是一过去你这样子人就会操作，就会使用整个系统，包含指挥管制、共同作战图像，你有没有建制？那这都要经过训练。
那你要送过去，最近要先过去，你能不能产生即战力？那这是个问题哦，不是马上就能够上手的。那所以我来看这个红旗9B，可能中国大陆给伊朗的应该是新型的，那个射程可以打400公里，就跟我们所讲的，就跟俄罗斯提供给伊朗的。但是因为俄乌战争，所以现在俄罗斯没有办法提供给伊朗，那就变成中国大陆来取代用红旗9B，不然俄罗斯提供到 S400就好了。那伊朗以前也有 S300啊，那 S300换装到 S400，那是驾轻就熟，顺水嘛。但拿中国的红旗9B就不一样了，另外一种系统，你还包括语言的隔阂、人员的训练，这方面都是问题。还有第二个，电战，我们知道以色列也好，或者是美国要对伊朗动武的话，先电磁制压。那你在这个高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这种电磁制压，伊朗有多少的武器还有能够发挥它的性能，发挥它的反击的力道，那又成问题了。所以这两个，我认为就被伊朗就卡关了。训练跟制电之权，如果是掌握在以色列跟美国手上，那它能够发挥多少的威力？而且又是训练个半生不熟。对，那你这换句话说，所能够产生的防空拦截，我们叫防拦的效果就相对有限。那现在中国大陆联手印尼来卡这个 B52战略轰炸机。B52战略轰炸机如果不空中加油，它可以飞将近16000公里，作战半径是7000公里，是这样。但是今天好，它是2手到马六甲，不要走马六甲海峡，它从南印尼航路，就是我们讲赤道以南，就被南半球了，贴到印尼的南边飞过去，飞到我们也不要进入这个阿达曼海峡，那直接从印尼南边进入印度洋，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在印尼跟澳洲中间，那只是绕一个大圈圈而已，这是第一个就解决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 B52可以空中加油，只要有 KC-135在旁边陪到了，那空中加油就好啦。它就可以长边一直直接飞行，而且它的正副驾驶后面还有一个备用驾驶，可以彼此互换啊，所以人员不是问题。那个空中加油让航程也不是问题，这是美国可以克服的手段。美国第二个克服手段呢，它在这个中印度洋有个迪亚哥加西亚，它可以进驻到迪亚哥加西亚。美国的 KC-135、RC-135，还有美国的西摇拐的空中霸王的运输机，还有美国的 B2 幽灵轰炸机，都曾经进入到比亚哥加，先前进到比亚哥加西亚，这第二个解决方案嘛。我一前进到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起飞去轰炸伊朗就可以了，不一定要从亚洲过去，这是第二个解决方案。那第三个解决方案，他不要从亚洲过去，他从欧洲过去。在川普到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啊，他直接从美国本土穿过大西洋，直接进入伊朗上空做威慑，他派2架 B52过去，做一个战略威慑对伊朗。他从欧洲就过来了嘛。以前美国去轰炸利比亚是这样取到，从大西洋过来 B52。还有那个BF111就是这样啊，大家现在很简单，穿越地中海进入，我们知道从南边从叙利亚那边进入到伊朗了，所以它的 B52可以有3个航线，而且我们只讲 B52，还没有讲 B1，还没有讲 B2A，但还有2个可以用的，我们只讲 B52，所以美国的筹码还蛮多就有弹性，它可以来运用，就算 B52不能用 ，B1B 跟 B2A， 它可以弹性来交叉对伊朗的战略施压，或者是战略轰炸。它不是凌空的地毯式的轰炸，它是远距一个空对地的巡弋飞弹去炸伊朗的重要的军事设施或者核提炼厂，是这个样。所以他认为美国可以在这方面的克服。那当然，这个伊朗经过这些方面的。就从去年的6月23号整补到现在啊，是有一段时间有局部的战力，但来看还没有形成总体战力。这个是这个以色列跟美国可以趁这个时候对伊朗下手所要考量的对美以有利的因素。好，我们对美以还有什么有利的因素？等一下我们持续来看。那刚刚整理出来是有关于伊朗的战力，还有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部分的武器的协助之下有的战力。我们来看到美国手上还有哪一些牌？因为呢，川普他要再放话了，他说不排除要做军事行动。CNN 现在引述了多名的军事分析师，认为说美国接下来可能打的军事清单有几个重要的地点，一共是4个地方。第一个是军警指挥控制中心，第二个是
有关于伊朗高层他们所住的地方，最后是关键盈利企业跟波斯湾石油跟能源设施。那现在美国在战备上有什么样的准备？我们首先刚刚提到的有关于林肯号航母的打击群，现在说呢已经紧急调往中东了，有没有可能1周内完成部署？现在是知情人士在做讨论的。再来就是战斧巡弋飞弹有可能精准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地跟它的指挥中心吗？第3个是它的空对地的远距攻击飞弹，可以放在 F-15、F-16啊等等的战机，或者是超级大黄蜂上面来做发射。最新来自于华盛顿核心圈的情资也显示，川普已经准备好，他说对伊朗按下按钮，这个按钮是军事按钮还是在金融上面制裁的按钮还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动手，还在等什么？杨老师怎么看？首先，我认为美国不希望打全面性战争，也不会打地面战争，就不希望另外一个伊拉克战争再出现，或者另外一个美国打的俄乌战争、美伊战争，那会变成一个消耗的无底洞。而且伊朗的混乱不只是会造成伊朗内部的混乱，整个中东地区甚至全球都会有一些恐怖主义或者是难民，会变成全球的这个灾难。那以现在伊朗的情势而言，其实我觉得是在控制中，尤其伊朗政府也暂缓处决他们逮捕的一些抗议分子。那这些人其实在过程当中是采取激烈的手段攻击政府的大楼，可是他停止就是执行，因为法院立即判了死刑，也是一个讯息，停止执行。那我觉得美国这边川普也是第一时间回应，那我们就暂停军事手段，但随时保持它的弹性。可是你看到刚才世明所谈到的，也就是林肯号在南海2个礼拜了，它现在正在开往就是波斯湾，预计最快也要5天以上的这个时间。可是林肯号到那边又表示如何呢？你接下来就可能会采取就是说打击飞弹或者是飞机的这种定点的打击。刚才提到了几个地点，尤其是像是原油设施、核子设施，或者是军事这个设施，或者是城镇或者是这些高阶军官或者是宗教那个最高领袖所住在的地方。那核子设施其实大概打过一遍了，那原油设施打下去，其实也会造成油价的这个影响跟冲击。那军事设施的话呢，其实你如果打了之后，你没有在地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后续，其实那个成效有限。因此，它如果不是用全面战争或地面战争，多半都是一种警告性，然后呢，要求伊朗方面可能要对抗议不要采取太过激烈的这种压制手段。那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没有想法要去做一个 regime change，也就是要把这整个神权政府就是哈梅尼政府给拉下台。那因为现在的情势在缓和当中，同时中国大陆也在进行了交涉。对中国大陆而言，中国中亚到中东地区其实是它地缘政治上一定要顾及的所在。不再像是以前比较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呢，往往维持了观望。但这个关注呢，不会是军事的，而是比较是外交层面的。所以外交层面，你看到过去伊朗跟沙特之间的和解建交，都是中国大陆在推动。那这一次呢，可能就是在周边的国家给予伊朗外交上的支持，当然也同时希望伊朗政府在处理内部的抗议事件的时候，不要过于激烈。内部至于你将来自己如何面对改革，甚至这个最高领袖他已经87岁，健康不好，如何交棒，这是伊朗人自己的问题。但是过程当中，伊朗自己大概也知道，你如果要撑过这一段时间，以避免美国的攻击或者是整个内部抗议持续扩大，你要面对你自己的问题。不过要警惕有一点提醒大家的是，过去以色列他不会放过这个好时机的，所以现在在国际赌盘上已经在开盘，就是1月31号以前，以色列会不会先制攻击伊朗？过去发生过好几次啊。对。然后呢，当以色列攻击的时候，伊朗还击，然后这个事情就变成越来越扩大，然后美国就被进一步的卷进来。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比较川普在放话，当然也有一点在遮掩他在委内瑞拉那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也有一点在
表现出他美国的军力的强大，他接下来要拿格陵兰，所以伊朗的问题我们要看持续的观察。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外交的这个交涉的这个角色跟成效应该很快就会看到。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持续要关心到的是，为了要对抗中俄，川普现在为了格陵兰，甚至放话说美国要退出北约，真的有可能吗？另一方面，有关于格陵兰的议题，现在最新消息是欧洲急派他们的军力进入到北极地区了，是要着急着对抗美中俄在这边的战线吗？今天一起来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是说川普他为了格陵兰为什么要直接放话？他说：“我不排除我要退出北约。”到底是原因为何呢？刚刚讲了，现在呢，欧洲国家也派他们的军队进入到北极地区了。这些国家包括了德国、法国跟瑞典等等的国家，他们是在防谁呢？是在防中俄美吗？还是其实他们在防的是川普对于北约翻脸这件事情？第3件事情，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当美国为了格陵兰掀翻北约，欧洲又急派军力进入到北极地区，但是岛上的居民他们根本不在意这些地缘政治啊，他们认为在经济上面他们已经受够了，这场角力到底最后是算在谁的账上？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来一起做关心。赶快来看到是在1月14号这一天，3方的一个会谈，美国、丹麦、格陵兰的官员他们在华府举行了将近是1个小时的3方会谈。谈完之后，川普直接就对外摊牌，他说美国，我们为了金琼计划需要格陵兰这个地方，要是我们真的不进驻的话，接下来不管是俄国或者是中国大陆也会拿下，我们不能指望丹麦能够保护格陵兰呐。所以他也放话了，突然间说了一句吓死大家的话，不排除脱离北约。来看到2国的外长怎么说，丹麦直接说了，川普到现在还是想要征服格陵兰，我们跟他有根本性的意见上面的分歧。根本没有谈好。再来，格陵兰的外长也说，你美国应该要学会好好尊重其他国家的领土。好，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川普的金琼计划？为何这边说一定他得要拿下格陵兰，不能就用其他的方法吗？比如说扩大美军基地就好了吗？这样不行吗？川普如果真的敢为了格陵兰退出北约，这对他来说会不会因小失大，有什么样的冲击？张将军怎么看？因为金琼计划对美国来看，格陵兰只是一个理由而已。金琼计划弄不到格陵兰那么大，格陵兰216万平方公里，是60个台湾，60个是占美国980万平方公里的22%，五分之一还大。它比美国没那边够大了，它是5分之一的美国，你看够不够大？所以说金琼计划就是为了格陵兰这216万。金琼计划只是个理由而已，根本不成立，给你一大块好不好？而且现在已经有美国的雷达站在格陵兰，美国的我们叫做的就是太空的接收站在格陵兰，都已经有了嘛。那金琼计划，我再给你个基地好不好？你要多大的地？因为格陵兰80%是冰雪所覆盖，它的极南边是北纬62度嘛，一大部分是在北极圈里面呢，够大了。所以美国是以金琼计划只是个理由。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第一个，让美国领土，美国再度伟大。美国983万平方公里，加上了216万平方公里，就变成了1200万平方公里，那是够大了。你看看，所以是不是川普的这个野心就够了？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格陵兰人口太少，那么大的面积只有57000人，是不是太少了？所以很简单嘛，那我要一拿驾轻就熟，一马平川，我要软取，我直接。拿钱买了，才57000个人算什么？我拿丢钱给你好不好？你们这57000个人能够多少钱？我给你买就好了嘛。所以我倒认为，那个最重要的这一个就是它的国土面积大。第二，格陵兰下面有非常多的矿产，尤其是稀土，还有石墨，还有镍，还有铜，还有黄金，还有不要忘了还有钻石，哇，那么多哎！因为它216万平方公里下面多少矿产？而且我们知道地球越来越软化，
你这些格陵兰是冰天雪地啊，慢慢，因为地球的暖化也慢慢可以开发了。那不是吗？刚好嘛，搭配了整个的环境变迁、气候变迁，不是的，就顺水推舟了。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来看，就是因为矿产，那矿产不得了，多少钱啊？尤其是稀土，那美国最缺稀土，那直接在这边就有稀土了。这是美国的国土之后，美国开始大肆开采，这是我的了，我的家了。所以他认为川普他可能志在必得。第三个，我们来看，就是这些德国也好，他们在进驻的，包含法国也要进驻啊，都是要进驻。他们这个只是一个点缀而已啦，他们只是形式上进驻。你进驻几百人算有个用吗？你真的实质进驻，你们每一个国家派出2万，你这样的话大家凑个10万在那边，哎呦，这规模出来了。但是你那补给怎么用？军营设施还没有盖嘞，你的营房也没有盖，跑道也只有1条，你怎么用？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只能形式进驻。那对美国、对川普的决心能够产生嚇阻的作用吗？我认为只能讲聊胜于无，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并没有造成实质嚇阻的结果。只要川普一退出北约32个国家嘛，30个在欧洲，2个一个加拿大，一个美国在不在那个欧洲嘛？很简单，他一退出来，那我就是要美国允许，谁敢杠美国？他是世界超强，是世界的独霸，谁敢跟他？所以这些实质上的进驻没有，你只有形式上的进驻，这些欧洲的国家并没有形成气候，也对川普没有这方面的嚇阻的效果。川普就要交出成绩单，并吞了格陵兰，就是把它变成他最大的攻击了。所以他认为这个川普会软硬兼施，最后就要把格陵兰硬是要把它吃下来。好，补充张将军刚刚特别讲到说，这个欧洲国家形式上的进驻有哪一些国家？目前总共是统计有7国，除了刚刚特别提到的德国跟法国之外，还包括了瑞典、挪威、加拿大、荷兰等等的欧洲国家。他们这几天呢，在当地是展开了周边的海域的军事部署跟演训，那也进行北极耐力的军演。那现在派出的都没有一些比较有规模的武器，只有一些小规模的侦察，还有先遣部队。后续他们说可能会派战机等等，但是可能都是微不足道的。那北约国家也批评警告说，中俄的舰队你们长期在这边，而且是不怀好意的，你们都说是科研。他认为他不相信，绝对不是为了看海报、看北极熊等等，是为了要找出可以反制我们北约水面舰跟潜舰的方式，所以长期中俄进驻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请教厉将军用怎么看欧洲国家的动作，现在集结在格陵兰这边的军事动作，还有中国大陆现在低调在北极这边的动作，厉将军用怎么看？这次北约这总共7个国家派兵去协助格陵兰，真的了不起。那派出的人数是派出的国家数量比这个人数多，人数比枪多，枪比子弹多。那总共这几个国家，德国果然是这个北约的大国，他派出的人数最多，多少人你知道吗？13个人。然后其他的国家来讲的话，总共大概包括到瑞典啊、挪威各国只有2个人而已，2个人只是用观察员身份。那法国马克宏讲的是很大声，到现在为止，他说他要派出2个人，可是这2个人到现在还没有派出所以你就看到说北约国家有多么的苍白跟羸弱无力当然他们也只是形式上，我觉得他们也不敢对抗这个跟川普作对了，这是很明显的。第二个，我觉得川普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俄乌战争俄罗斯正在展开它的冬季攻势，而且目前在俄乌战场上面，可能大家比较不去关注了，最近目光都摆在格陵兰，但是俄乌战场现在这个乌克兰状况是非常的不利，因为包括北中南3个战线，俄罗斯现在是大举的展开攻击，东斯的攻势已经展开，在这种节骨眼上面，我们看到北约国家正在白俄罗斯的边界那边集中兵力。那这时候川普不是一个搅屎棍吗？北约国家搅屎棍，你选在这个时候在北约屁股后面捅刀那真的是北约前面已经应付不过来啊！你在后面给人家捅刀，然后还叫人家这个要抽调兵力去对付防卫这个格陵兰。所以难怪川普会讲，我觉得他从这个动作你看到，他事实上真的是不重视北约，他只在意自己国家的这种领土的扩张跟自己国家的安全他其实并不在意北约，所以他说北约他要退出我觉得他讲这句话是真心的，因为他觉得北约每次都占他的便宜，花他的军费他花钱去保护北约北约都这个自己本身都不能自立自强，他每年要花那么多的钱在北约上面，所以这次我觉得他讲要退出，他不只是要退出北约他在联合国里面已经
退出了66个这个相关的组织，他也都退出了。所以我们看出来，川普他到底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生意人，他只为自己着想。那我们现在回归到格陵兰来讲的话，这个岛重不重要？我如果说就地缘战略来讲，确实对美国有它的重要性在哈，因为我们都晓得，如果说是北极航线，地球是扁的，是圆的嘛哈，从北极那边过来是最近的。那美国的北方一个国家叫加拿大，加拿大的北边才是格陵兰，是最接近北极的地方。那但是这个北极另外一边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俄罗斯的领土。那如果俄罗斯在这边发射导弹那确实越过北极上空就会攻击到美国的本土。但是川普都认为说是你格陵兰只有雪橇拉狗的防卫战力，对不对？这个加拿大不过就是第51州国防战略也非常羸弱，所以他认为自己要有这个能力来保护那现在在北极圈里面，我们讲这个光这个北极圈的战力来看的话，目前这个俄罗斯确实是碾压加拿大的俄罗斯光它的破冰船就40几艘的破冰船，其中还有好几艘是核子动力的破冰船，但是加拿大在这个地方大概只有2、3艘的破冰船，所以如果说就北极的战力来讲的话，加拿大确实不是俄罗斯的对手，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么急着要格陵兰。但是话说回来其实川普你可以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增加格陵兰，它毕竟是你北约的盟国之一嘛，你可以用租借的，甚至可以用其他手段。那你为什么一直坚持要用军事占领的方式？我就牵涉到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格陵兰在地缘上面确实有重要。第二个，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这个要满足他小时候帝王的那种心态，就是开疆拓土的帝王心态这个你知道，当然你回想一下，他之前是要建一艘川普级的战舰，4万吨级的战舰，那像是一个小男孩的小时候梦想，要用积木拼一艘战舰一样。那这时候也是满足他小时候这个很羡慕的那些帝王开疆辟土这个，所以我觉得他用军事一直在强调用军事占领格陵兰，纯粹就是想要满足他孩童时期这个帝王的梦想而已。好，对于美国，对于川普来说，一定要拿下格陵兰，有他的原因，不管是安全的原因、矿产的原因，或者是他满足他帝国领土扩张的原因。但是我们看这些原因，在这一些真的格陵兰人民的眼中，他们完全不在意，他们也不在意这些地缘政治，因为他们认为这57000名的居民，他们认为说他们现在最受够的就是当地的经济表现实在是太差了。格陵兰的经济结构，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其实98%左右的出口额都是靠渔业的。如果要做这种矿产稍微附加价值高一点的话，他们还要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开发成本，而且对他们来说，这个转型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所以格陵兰目前是高度依赖丹麦政府，每年会补贴他们超过10亿美元的补贴，但是我们看到经济成长率在去年只有0.2%，经济陷入停滞。杨老师怎么看？我的观点是，我认为在委内瑞拉、格陵兰跟伊朗3者之间，这3个现在川普都想要伸手进去。格陵兰对川普最重要，而且接下来的这3年，格陵兰很可能在美国的全面的压力之下，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加入到美国？简单的讲一下历史1867年那个时候，美国的政府跟俄国买下了阿拉斯加720万美元，那个决定是当时的国务卿叫做舒尔德。那舒尔德是做过参议院的参议员，然后跟林肯总统竞选总统，他失败。那林肯总统当总统的时候，就找他做国务卿。然后呢，进行内战。内战结束之后，林肯被暗杀，副总统叫詹森上来，继续舒尔德做国务卿。虽然在美国内战结束了，舒尔德还是想尽办法要跟俄国买阿拉斯加。不过那个时候他被批评你买的1毛不值的地方。像是舒尔德的冰箱，其实他接下来就想要买格陵兰。他为什么要买阿拉斯加跟格陵兰？他目标其实要把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版图的一部分。这个是一直以来美国的政治精英希望把整个美洲就掌控在美国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呢，门罗主义后来就往南延，在
19世纪末，川普最羡慕的麦金利总统，他就发动美西战争，1898年打赢了，所以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拿到手中，同时也出兵占领了夏威夷。麦金利也提高关税，你们觉得很像？川普就是要去实践这些，而且他这个留名，如果格陵兰拿下来之后，其实他就历史留名，所以他为什么一直在讲加拿大是第51州？那丹麦卖这个殖民地也是这个经常的事儿啊。18世纪的时候，他把印度以南跟那个锡兰，现在叫斯里兰卡的几个小这个殖民地跟就是贸易战，他卖给英国，后来也卖西非的部分给法国。1917年，他把丹麦属的西印度群岛卖给了美国，2500万美元，就是现在美国在加勒比海的所谓的维京群岛。但这次丹麦能不能卖格陵兰？不能，因为格陵兰是一个自治省，他没有角度、没有权利去卖，所以我觉得最有可能最后面就是让格陵兰人自己公投，你决定格陵兰的未来是要独立还是要加入美国。那这个时候美国就可以10万，每个人10万、20万发下去啊，因此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而不是单纯就是战略、矿产、航线这些都重要，都重要，都有意义。但是呢，它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然后呢，这些北约国家跟丹麦不会因为格陵兰去跟美国翻桌子的。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现在是被川普的关税逼到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吗？还有他说要把加拿大并为第51州哦，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在这几天召集的访问中国大陆的主席习近平，中加破冰是否能够救加拿大的经济呢？还是让加拿大更加危险？今天一起来做关注。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跟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展开了这一场会谈。这场会谈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是他任内首次的访华，也是8年来加拿大总理首次的访华，尤其大家还记得吗？2018年之后，中加关系陷入到跌落谷底哦，因为加拿大当时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10任的华为副董，也就是孟晚舟，两国关系就已经跌落到谷底，所以这一次与习近平的见面被视为是中加的破冰之旅，是不是特别的重要？杨老师怎么看？有办法破冰吗？正在破冰中，但我觉得3点是：第一点，是否加拿大真的开始走向现实主义的战略自主？这次访问是一个关键。他过去这个8年，你看到，尤其是2018年针对孟晚舟的这个软禁，他亦步亦趋的跟着美国的对中政策，而且有的时候比美国喊的还更大声，骂得更凶。甚至也经常的派战舰到台湾海峡来，可是发现到他被背叛了，他觉得最亲密的就是战略伙伴、邻国关系的美国川普给背叛了，然后遭受到压力，甚至一种屈辱式不断的叫这些从杜鲁多到卡尼叫加拿大省长，所以他开始要走向现实主义的战略自主，能不能成功？第二个。它的经贸关系其实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的出口70%是到美国去，投资也是对美国投资 No.1 的国家，其实一直都是加拿大，只是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都开玩笑，加拿大是美国的第51州。但是 No.2 呢，它的出口的对象 No.2 就是中国大陆，但只有5%。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展开。那卡尼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希望2026年的时候，对于非美国家的出口总额能够提升50%。那当然你就能够看看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能不能够去补过来增加，因为同时美加之间在很多的议题上还是在卡在那边，但是这个问题不容易。可是第3个就是说，中国大陆跟加拿大这段关系就要看变成是。
到底加拿大是过去最亲密的美国的这个盟邦，现在因为被美国的这种压制，他寻求就是美国过去以及到现在的竞争对手的修复关系。这个其实我看了美国的 CNN 里面的报道，所有评论人就骂加拿大你是背叛。其实我不知道谁先背叛谁哈。加拿大人感受应该是最深刻的。对。但是从中国大陆角度而言的话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贸易、用金融，然后呢去拉拢一个就是你自己曾经的最亲密的伙伴，跟我增加关系，这个在地缘政治上，在国际政治上是有很大的意涵的。那所以就要看他这次的访问的成果，以及后续短期内中加关系的变化是不是能够持续加温。好，就在中加关系在持续希望能够破冰之下，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其实美国总统川普又再次的批评有关于加拿大的事情，他说。特别批评的是有关于经济上面的这个贸易协定，就是美墨加的这个协定。他说，当初确实是他签的，但他认为现在这项协定对于美国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一点都不重要了。他今年的重要目标就是要逼企业撤出海外，生产线全部回到美国来做美国生产。那当然，卡尼听到就非常的紧张哦，因为呢，其实这个加拿大的经济还是高度依赖美国的，不管是在钢铝或者汽车产业上，都因为川普的关税战而受到影响。这一回他跟中国大陆示好，能够挽救加拿大在这方面针对美国的损失吗？厉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加拿大确实是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造成在经济上很大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产业是汽车产业。我们知道加拿大那时候因为跟美国签有所谓北美贸易协议嘛，所以美国很多的汽车大厂都跑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在那边设厂。那总共就业的人数有将近30万人在从事汽车生产。那美国哪些公司去呢？包括美国常见的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还有这个丰田、本田都到那边去设厂。那现在来讲，美国突然要对加拿大苛征汽车的关税，然后要让所有的这种产业回归到美国。那第一个受伤的就是加拿大这些汽车产业嘛，那他们很多确实是很多的这种汽车产业已经慢慢移回到美国本土，造成安大略省很多这个工人、汽车工人的失业，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美国对加拿大也这个他们这个石油啦这加拿大有产石油这个还有它的木材啊这些乳酪品啊这些原料也苛征关税。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加拿大可以说，除了在这个被羞辱之外，那实质上面在经济上面也受到川普很多的这种霸凌。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下，卡尼就看到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叫做澳洲艾班尼斯。你看，同样白大家都是五眼联盟的国家，为什么人家澳洲可以去中国卖红酒、卖龙虾那我当然，我也虽然说是五眼联盟，那我为什么不为自己国民找这个经济上的出路？那比如说，他因为之前。这个中美两国陷入冰点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对加拿大是我们讲说油菜籽油这个限制它的进口提升关税提升到100%。那加拿大对中国来讲是电动汽车也限制100%的进口，双方可以说是贸易陷为冰点。但是你要知道，油菜籽油这个加拿大是全世界产量最大的，是第一名。第二名是哪个国家？是中国中国也有产油菜籽油，可是中国有14亿人在吃这个油菜籽油，加拿大只有4000万人。那你想想看，这个差距一下就很大。所以加拿大希望它的油菜籽油可以顺利的卖到中国去，替它的农民找一条出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中国希望说我的电动车可以卖到你加拿大，尤其是未来电动车是汽车的行业。当你现在如果说你的汽车产业很多工人失业，很多产业被逼迫回到美国，那加拿大会思考自己我会不会利用这就引进中国的技术，跟中国合作投资，在我加拿大设置电动车的车厂，替我自己国家这个经济上面找一条生路。所以我觉得这把来讲的话，对这个肯尼来讲确实是比较灵活的一个做法不然的话。他除了被羞辱之外，也确实在经济上面被美国卡到脖子。那如果说不想办法跟中国走在一起，他可能国家以后这个被美国所限制、所死。好，
被美国卡住脖子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哦，这一回跑到了中国大陆去，希望能够恢复在经济上面的一些活力。那另外一方面，同样的是，卡尼也很担心自己在安全上面的危机哦。尤其加拿大的人民现在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美国是非常非常没有信任感的。来看到的是，在美国近期针对委内瑞拉军事干预之后，1/3加拿大的人都认为说，美国可能也会对加拿大直接采取行动。超过一半的加拿大受访者说呢，川普对于委内瑞拉的行为等于是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美国有没有可能透过军事行动威胁加拿大？张将军怎么看？美国对加拿大，我认为它的优势是会排在格陵兰后面，先解决格陵兰问题。现在美国川普总统上任到这个礼拜刚好满1年，对，那还剩3年任期。3年任期，我认为要去解决。他要去并吞格陵兰这个问题，可能要花1到2年，那可能时间就不够了，因为他去这个战略目标是要对加拿大来着手，那是你要把这个优势看到后面，它是有相当的困难度。但是我们也来看呢，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之间呢，这个他们之间的这种利害关系哦，存在着哪些问题？第一个，我认为那个军事上的依赖，你自己看了加拿大的军舰也好，加拿大的战机都是美国的。你军事都是依赖美国吗？你怎么可以独立？加拿大人口够不够多？够多啊，4100万人啊，也算是够多啊。加拿大的领土面积比美国还大，美国是983万平方公里啊，加拿大990万呢，那比它还大15万，将近15万平公里，总共998万呢，将近1000万平公里。加拿大只是它都在冰天雪地，在北极圈，所以感觉到好像加拿大它的可用的面积是会比较小，大部分都在北极圈里面了。是这样，所以我倒认为在这一方面，加拿大过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你让美国就比驾轻就熟，可以并吞加拿大。你要独立啊，军事上要独立，不要去依赖。第二个，我们看到经济上，加拿大一直对美国贸易出超，享受大量的顺差，大概1年将近这个，我们知道双方的这种贸易额1年是1兆美元啊，那将近顺差，你想想看有多少？每一个月大概都将近有这个300亿到500亿不等啦，看那个旺季还有淡季了，这是高，所以经济也相当依赖。那你在地缘上面呢？刚好加拿大的西边是阿拉斯加，美国的；南边全部是美国。你现在并吞到格陵兰，东边格陵兰也是将来是美国的话，你不是被一个 U 字形包围了？那北边加拿大北边，当然是北冰洋啊。所以来这样看呢，这个地缘战争上它是被美国包围在这里面，所以地缘上对加拿大是来不利的。但是我认为美国对加拿大它不会硬吞，它是要来以和平的手段，软手段，但是软手段花的时间长，时间多，硬的话可以快速拿下。我认为它的软手段，但是问题是时间问题，川普的油量任期已经会不够了，所以加拿大我个人认为，因为人走茶凉啦，不见得下任总统会买单啦。对，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DeepSeek 现在横扫了全球，现在最新消息是，连微软的执行长也认了，他说美国输掉了这一场 AI 竞赛，真的是这样子吗？等一下我们会来就深度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解析。另外就是 DeepSeek 它在2月的时候会来发布它的这个 V4，那新的记忆架构会不会绕过 HBM 呢？打穿美国的封锁，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大陆现在开发的一整条 AI 路线，正在全球南方这边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掌握。等一下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目前 DeepSeek 的市占率，尤其在全球南方的表现是特别好的。好，那它现在其实呢，在全球包括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不断的扩张，也让微软的总裁非常的紧张。他说呢，中国大陆 AI 模型 DeepSeek 正在欧美以外的世界全面扩张，而美国他认为很可能就会输掉这一场 AI 竞赛了。来，赶快看到的是市占率，在目前中国市场的话，目前是高达了89%，自己在用 DeepSeek。
DeepSeek。那辛巴威市占也蛮高的17%，特别来看到这当中数字比较高的就是俄罗斯，其实有56%，白俄罗斯，那俄罗斯也有43%，古巴也相当的高，目前占比大约是落在49%。微软的研究也特别针对了 DeepSeek 到底强在哪里，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他说 DeepSeek 不是靠最贵的算力跟这个最强的 GPU， 靠的就是低成本。开源可以部署，能够落地，大幅降低了 AI 的门槛。而他认为，接下来下一个10亿的 AI 用户不会在美国，不会在欧洲，而重点就是今天要来看到的全球南方国家，他认为会是让 DeepSeek 可以彻底去攻占的地方。我们看到，我们谈了非常多，黄仁勋在谈监管，马斯克谈中国大陆的能源很强，再到微软直接说掉了模型竞争力。中国大陆赢，而我们正在输。美国3大巨头的发言，难道是在承认大陆正在赢得 AI 竞赛吗？这当中技术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占的最重要？厉将军怎么看？这个当全球 AI 的工具在2025年第4季，就上一季来讲的话，全球使用人口是16.3%，但是跟上一季相比，上一季只有15.1%，也就是说短短才1季而已。全球使用人口就多了1点多%，这个成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那 DeepSeek 从这个去年1月份开始开发出来到现在刚好满1岁ChatGPT 是满3岁。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惊人的进展？那尤其是 DeepSeek， 它之所以能够横扫全球，其实它主要是对开发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到第一个非洲的国家，第二个中东的国家第三个是前苏联的国家。对于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那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它的这个成本比较低这是第一个。它成本低，那是因为它自己开发的成本就低。我们以 DeepSeek 来讲的话，它做一个训练模型它 V3 的时候训练模型大概只花600万的美元，但是同样如果对比到 ChatGPT Dash 动4这一款的模型来讲的话，它开发成本就超过1亿美元。也因为它的开发成本比较低，所以它提供给客户来用的这种价位就很低。我们这边看到，它现在来讲的话，如果100万的token 来讲的话，它只要0.14美元，然后 OpenAI 来讲的话要2.5美元，对，大概比同级的竞争对手要低了78%。那对于这个开发中国家，当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二个，我认为它之所以会对这些开发中国家会有很大吸引力，主要是它的系统属于开源系统那开源系统当然这个它第一个就是说，它的使用的客户他可以去修改或建构它的应用程式它也可以用自己这个公司的这种伺服器，或者用私人的云端来做储存，而不必依赖这个大型的依赖外面的伺服器或者云端来使用，所以它用开源系统来讲的话，就可以运用上面是非常的有弹性，那部署上面也可以很灵活。简单的讲就是效果好又好用当然对这些开发国家当然是吸引力很大。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当然 DeepSeek 来讲的话，当然中国大陆来讲，对于未来的 AI 它有大量的补助，这也是它能够成功很重要一个理由。再来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它跟华为整个捆绑在一起华为你现在买它的手机里面就有这个 DeepSeek 相关的运用程式绑在它里面。那如果说是借着这个华为的手机可以推广出去，我觉得DeepSeek 跟华为这2家公司可以说是走向双赢。所以未来很可能这个如果说这个因为如果说对照 ChatGPT 来讲的话，它属于这个闭源的系统，那当然开源系统会更加灵活、更加有用。所以我认为在未来可能这么快的一个成长，然后尤其 DeepSeek 才出来才1年的时间，那就已经快要赶上 ChatGPT。那在未来的发展，我觉得等到 V4 出来它更有长足的进步。那全世界对于已开发国家的这种企业来讲的话，它会推广的更快，然后运用的会更广。好，现在预计是说 DeepSeek 的 V4，刚刚将军帮我们提到是在2月份的时候就会登场。那标榜的就是说它的算力跟记忆体不会被 HBM 跟 GPU 给绑架。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再来就是 V4 能够对目前的 GPT 还有 Gemini 等等带来多大的威胁？
现在 DeepSeek 碰到的问题就是它的硬体算力的层面受到了就是硬体的这个限制哈。那在整个算力会受到影响。那可是，在现有的算力跟就是参数如果相同的情况之下，它如何能够提升它的表现，让它又快又聪明？那他就在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梁文峰和北京大学的团队。这篇文章的这个题目叫做“基于条件查找的条件记忆”，那大型语言模型稀疏性的新维度，所以他就建构了一个新的，就是等于是叫做这个语言模型。那这个新的语言模型可以在同样的算力，甚至在更小的算力之下，它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这个效率。那因此你就看到它接下来这个 V4的这个模型呢，说要在2月出来，就会以这个所谓的条件记忆的这个架构来去推动。那这个跟过去 V3 甚至跟其他 ChatGPT 都不一样。那这个文章已经发表出来，可是呢，真正会应用是马上 DeepSeek 的这个 V4。那因此你就会看，它会提升模型在知识调用、推理、代码、数学等任务上的表现。所以也就是说，它绕过了必须要有一定规格的这个 GPU 的叫做 HBM 就是所谓的高频宽记忆体。那但因为这个高频宽记忆体在整个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辉达的这些晶片的这个限制，也一方面是国安限制。一方面也希望中国大陆自己本身能够更快的能够技术这个自立自主，所以呢，在这种限制之下，那 DeepSeek 以及大陆的这些开源的这个 AI 的大模型呢，能够怎么做？他发表出这一篇文章，也就是新的一种模式。那这个新模式，就基本上其实你被这个打压之后，我去寻求一种新的活水，就找到了。那现在这个应用，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效果可能会如何。等它 V4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检验。不过以它在全球的市场跟中国大陆市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的检验度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结果的。好。不过在 AI 领域，美中还是有各自的强项。而美国在这一种最强模型上面还是比较强。那中国强调的是，可以复制的 DeepSeek 可以落地，比较容易平易近人等等。到底谁可以走得比较久？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样子，因为要从几个来看。那个美国的不管 ChatGPT 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 DeepSeek 来看呢，因为 DeepSeek 虽然是这个后面出来，但是有时候会后发先至。为什么？你把人家的版面呢都知道，然后自己再调一下它哪个地方是短板，再把它补强。有时候往往变成后来居上，因为你的我都具备啊，但是我现在就新加出去了，你没有，所以它有这一方面的优势。我们看，然后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是低价抢进。那低价抢进的状况之下呢，就像我们感觉到，就拿大疆无人机来做比喻，那大家便宜啊，那便宜又好用啊，因为大家很熟悉，那个就几个按钮操纵一下就会飞啦，又会组装又会飞，那这个好方便了。以前感觉到哇，飞无人机好像有点学问，有点技巧你要有点空间概念也可以，不用，你一般的小学生他就会了，就变成你方便。那 ChatGPT 是这样子，但是 DeepSeek 让你更方便，是这个。第二个优势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有普及版跟这个专业版。普及版啊，就这个门槛非常低，那个小学生、中学生他在输入关键字他就会用了。那专业版要钱，那以后普及版到最后都不用，就跟我们讲的 那个 Microsoft 的 Windows， 到时候都是免费的啦。刚开始都好贵那版权你不能盗版哦。现在你要买电脑，哪一个那 Windows 要钱，通通不要钱了啦。